嗨，大家好。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金山嘴的渔村的这个跟前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啊都是一排排的民居，这些民居呢就对着都是金山啊这个海边。刚刚呢就是从这条路的前面啊，老的护航公路啊一路开过来。今天因为是礼拜一啊，这边游客比较少，我们也是趁着游人比较少的这么一个日子呢，来到这边。沿着马路啊，这些民居呢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客栈，都是一些餐馆啊，都是一些民宿。这边呢是停车场。停车场的后面呢，就是靠海的海堤啊。最早的时候呢，应该这边就是一条海堤，但是沧海桑田，又经过了很多年以后呢，就把这个海堤啊，就扩到了外面去了。现在可以看到的，在外面的有一座岛啊，这个跟前的那条堤岸呢，现在应该才是真正的金山的海堤。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啊，不知道那个是不是金山的这个小岛，也就是金山的来源吧。下午的时间啊，温度呢大概在6、7度啊，还可以，有点阴天，稍微呢有点阴沉。我们把镜头调到对面去。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金山海岸，这一路过去啊，那边呢还有冒着大白烟的这些大烟筒。这个烟筒那边呢，就是金山应该石化城吧，就是那些石油、化学啊这样的一些厂区。所以这边呢，以前就是因为金山石化城的建设，才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金山，现在是上海的一个区了。我们向着金山嘴的这个方向呢去走走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呢，沿街的这些房子都是一些民宿或者一些餐饮，但现在呢，因为是礼拜一，而且也不是吃饭的饭点，所以并没有什么人。那么这条公路啊，虽然不起眼，但是呢，却是以前老上海啊到杭州的一条必经之路，老的护航公路。在海边啊，迎着这些有些凛冽的海风，风还不是特别大，走在这条老的护航公路上，到金山嘴的渔村里面去走一走。这边平时来的话呢，停车还是有很多的车位啊，但今天看来呢，还是有不少人在这边停车啊。我们这边以前也来过好几回，但以前呢没有想到过要拍这个视频，所以今天呢来到这边就顺便啊随街走一走，随心的拍一拍。金山区呢，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石化总厂啊，当年的建设，
应该是起于70、80年代吧。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位亲戚啊，本家的亲戚呢，当年就是响应着建设这个石化总厂的号召来到了这边，成为这边的一个建设者。这边呢还有一个上海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啊，总之也是一些海洋文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交流的一些协会。海边的景色啊都相仿。曾经去过加拿大温哥华啊，这个南苏里那边有一个叫白石镇啊，也是类似这样的。就那个镇的南面呢，就是美国的边界啊，也是这样的一条海边的一条路，有很多的餐馆。这边还建了一个观景台，设计成一条船一样的这么一个小平台，走上去稍微的看一看吧。有意思的是呢，这边有个叫吴郡康城地域图，这不知道是哪一年的这么一个地图啊，有很多的一些所在完全不认识。这边有一个牌子上介绍啊，这个康城地域图说的是东晋康城，那是东晋那个年代这样的一个介绍在这边。我们现在正对着呢，就是金山嘴的老街啊，就是渔村的一条街。这边呢很有意思，有一个瞭望台，还是一个文物的单位啊。是不是以前是瞭望那些出海捕鱼的渔船啊，观望那些天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瞭望台？但是这边的一个介绍写的呢是爱国主义的一个教育基地啊，是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来偷袭，建了这么一个瞭望台啊。1951年，那么就是怕国民党的这个部队到这边来登陆嘛。这边呢有一个问讯点啊，需要有一些景点可能需要购票的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呢，就是这个金山嘴渔村的入口啊，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亭子。这边呢有一个石牌，上面写的是国家级的旅游景区4A 级啊，应该相当级别的。顺着这条石板街呢，就可以走到这个金山嘴的老街里面去啊。门口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商店，买一些这边呢很多的内街啊，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商铺商店啊。这一家比较气派，叫渔家茶室，非常高。这边有一个金山嘴渔村休闲旅游的一个地图，从这个地图看呢，一个很大的村落，中间有一条河叫运石河，紧挨着这个杭州湾的海边。不少小吃店啊，非常漂亮的一座桥。这边呢有一个钱阿姨海味铺，这都是
那搿个鱼侪是当地了，还是自家做的？蛮灵啊！这个小辰光吃过的物事，等下出来再看看叫。看来这边的人还是很会做生意啊，也是蛮好客的。你看这些民居啊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客栈、茶室，沿街的呢都是商店啊。这条河呢，一直这么通过去，很多很多的人家都是沿河而居啊。这座桥也有来头，叫定波桥，是一座单孔石拱桥。位于金山嘴的老街啊，横跨运石河的两岸，25米长，主跨度呢是4米。因为渔民们经常出海捕鱼，经遇上风浪，所以呢称之为定波桥，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。从这边看过去呢，整个老街古色古香。非常有当地的一个特色啊！几乎这个门面房啊，家家户户都是开着各种各样的商店，但是呢，以卖当地的这些海产品啊、虾米啊、虾干、瑶柱、贝类啊这样的更多。好，这边有一家海棠糕店，也有油墩子。这是我们小时候爱吃的油墩子啊，这正儿八经的里头是有虾的。就是那种感觉，尤其是咬到里面那个虾皮的那个感觉。这些摆饰啊，这些绿植，爬着藤的这些民居啊，很美的感觉。这个老街里面还竖着一些旗子啊，就像古代的那些旗子。非常棒的一个感觉啊！这个店铺的门口还晒着一些鱼竿。刚才这些卖这些鱼竿的店里面啊，就是这些。这个门口呢还有一些菜卖啊，虾干、小虾米，很多的这些鱼货啊，都是晒成了干。哦，这还有榨菜呀！
后面呢就是刚刚我进去游览了一番的金山嘴的老街啊，也是一个小镇，或者说是以前的一个古村吧，就是在海边啊，都是渔民自己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村庄。小街很有特色啊，有不少的商店，但更多的是一些民居。所以看来呢，这边已经成了一个大家喜欢到这边来打卡啊，甚至可以到这边来住个1-2天的休闲的这么一个所在啊。当然，这跟它的一个地理的一个位置有关啊，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海边。那今天这个金山嘴渔村呢，到此一游，虽然是有些凉风习习啊，吹在身上有一些凉意。但是呢，在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渔村老街里面走一走呢，感觉还是非常温馨的。刚刚呢，也给大家拍老街的一些镜头，那我也会分享给大家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拜拜，祝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啊！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。现在已经从外面啊走回了这个车上，外面真是还是有点冷的。车上就温暖多了。这里边呢，买了几个油墩子啊，这就是我拿在手上的。这个油墩子啊，还是蛮正宗的，里面呢是真的是放了那些虾在里面啊。因为上海的油墩子呢，就是要放虾的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呢，其实现在里面已经不放这些虾了。咬了一口，还挺好吃的。据说这家店呢，还是上过电视的一家知名的网红店。刚刚我记得这里面应该也拍了他怎么制作油墩子的一个镜头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吃油墩子了。吃完了以后呢，准备去金山的城里头转一圈，就打道回府了。很开心的金山嘴渔村之游。